火候刚刚好，这烤肉啊就得外焦里嫩，多烤1秒肉汁就散了。粗鄙，简直有辱斯文！沈耀，你一个被沈家扫地出门的弃子，不在街头要饭，居然还有闲情来花烟阁吃烤肉？怎么，小爷我新发明的香皂卖得太好，把你叔父严大人名下那些劣质胭脂铺子挤兑的快关门了？你这奸商少得意！你不是懂些奇技渺小吗？你若能把这12根铁钉全部悬空挂在这1根钉子的钉帽上，这1000两归你。1根钉帽怎么可能挂住12根铁钉？这摆明了是40两买我日进斗金的配方。严大少，你跟你叔父一样，不仅贪而且抠。不过既然有冤大头送钱，老子就免费给你这个封建文盲上一堂初中物理课。哼，起！悬空了？怎么可能？不可能！少爷，出大祸了！慌什么？咱们买的生铁和青铜进城了。货到城外了，可全被兵部扣了。他们说北方战事吃紧，生铁、青铜都属军需管冲物料，任何人不得私自买卖。沈耀，你以为赢我1000两就算赢了？我叔父早看你的香皂铺子不顺眼了，商战玩不过你，他作为兵部尚书，动动手指头就能拔了你的底牌。你刚才说你叔父用军需管控的名义强扣了老子合法买来的物料，是又怎样？我叔父是朝廷命官，你敢闹事就是造反。老子辛辛苦苦搞生产，他不按市场规律玩，跟老子玩公权力拔网线是吧？想吃老子的绝户？小满，跟我走。少爷，咱们去哪儿啊？那可是兵部尚书啊！去兵部大堂，老子今天就教教这群封建官僚，什么叫反垄断法。严无咎，你个老不要脸的，敢断我的供应链！老子买的生铁和青铜被你扣在城外，你想吃绝素啊？少爷，少爷，您小点声，这可是兵部尚书，辱骂朝廷命官是要杀头的。沈公子好大的火气，本官按律行事。如今北方战事吃紧，凡上铁、精铜皆属军需管控物料。怎么，你一个被扫地出门的弃子，私购大量铁铜，想造反不成？少爷，这罪名不能接啊！别跟我扯这些没用的 KPI， 全京城谁不知道，你名下的胭脂铺子被我的香皂挤兑的快关门了。说白了，你不就是眼红老子的提存磨坊吗？一介商贾也敢在兵部大堂撒野！沈家废柴果然粗鄙不堪。沈耀，本官念你是个算学奇才，给你一条活路。你这种人嘴里的活路，听着就像坟道。刚才进院时，你可看见神武台上那扇镇神青铜门了？看到了。怎么，你们兵部发不出军饷，打算把它卖给我回笼资金？狂妄！此门乃冷凝青铜一体浇铸，重达万斤。当年大燕第一武林宗师运足10成功力，轰了3天3夜，也只留下半寸掌印。少爷，这是兵部镇神门啊！沈耀，你不是自诩能点石成金吗？那我们就拿这扇太祖留下来的镇神门打个赌。3天之内，你若能不用火器炸药，不用千斤巨锤，将这扇万金铜门弄碎，本官不仅立刻放行你的所有物料，还做主免了你名下产业3年的商税。但你若是做不到，就乖乖把那香皂和血盐的绝密配方一字不漏地交到兵部，你可敢接？大人使不得啊！不用炸药，不用大锤，就算是神仙下凡也弄不破万斤青铜啊！少爷千万别答应，这就是个敲骨吸髓的死局。废柴要是敢接，兵部大堂的地转都能生吞下去。交出配方吧，废物！朝廷的便宜也是你一个泥腿子配占的。为了追求旗帜防御，竟然用了冷凝青铜法，硬度确实上去了，
但质地极度缺乏延展性，刚性过剩，去性激增，连个缓冲的阻尼系统都没有，简直是天然的共振试验台。一派胡言！什么狗屁共振？到底敢不敢接？拿笔来！哈哈哈哈！老子今天就免费给你们这群9年义务教育的漏网之鱼上堂课，教教你们什么叫凌驾于蛮力之上的绝对真理。3天后，老子一个人来给你们兵部做拆迁。走，回去备课。给我押兵部尚书营！我也押严大人。镇神门可是太祖遗物，宗师都轰不碎，神药凭什么赢？买定离手，买定离手，这可是稳赚不赔的买卖。朝廷做担保，严大人稳操胜券呐！给老子押500两兵部尚书营！那沈耀要是能弄碎镇神门，老子当场把这赌桌吃了。1批100啊！这沈耀是真疯了，不仅自己找死，还送给全京城一个发财的机会。我刚从西市回来，沈耀带着书童在珍宝街乱逛呢。他去买什么了？神兵利器？千斤大锤？什么神兵利器？他在找蟒皮、红木、钢丝。蟒皮、红木、钢丝，他这是要去兵部门口拉胡琴送终吗？继续开盘，今日这赌局，汇金阁接到底。少爷，咱们别买了，全城的人都在买您书，甚至有人开盘赌您3天后怎么个死法。咱们把银子收拾收拾，连夜雇辆马车逃回老家吧。哭什么哭？没出息！全城买我书，那太好了，这说明全京城的有钱人都在排队等着当老子的韭菜。等3天后本少爷把同门碎了，汇金阁的裤衩子都得赔给我。少爷，那可是万金镇神门啊！您不找千金艇，也不搜罗神兵利器，偏偏买什么蟒皮、木头和钢丝，这跟破门有什么关系啊？这叫降维打击，蛮力破不开的关卡，那是文盲的做法。科学才是第一生产力。哟，这不是要跟兵部拆迁的沈公子吗？不知沈公子临近赌约，光临小店有何贵干？我要一条800年以上的蟒蛇皮，100年沉香红木板，再给我找一捆百乱金刚拉出来的极细钢丝。蟒皮红木金刚丝，沈公子，您这哪是破门？分明是临死前给自己做一把胡琴拉曲儿听吧！靠一把胡琴去拉碎镇神门？你们笑，是因为你们只懂以力破力，在本少爷眼里，一切皆有规律可循。知识才是这世上唯一的绝对真理。死到临头还嘴硬，这些东西一共1000两白银，少1分都不卖。小满，点银子给他。齿轮，轴承，沈公子，您做胡琴要铁打的齿轮做甚？因为本少爷的心，这把胡琴是要用工业革命的马力来驱动的。别废话，包好。记住你今天说的话，3天后来兵部前院，本少爷亲自给你拉一曲。什么叫真正的肝肠寸断？少爷，这些东西真能拆了兵部那扇镇神门？不是拆，是让他自己碎。回洛阳山庄，开工。
沈老弟，你这是作甚？莫非是因为白日在兵部受了刺激，一时间得了失心疯？呸！老萧你才得了失心疯呢！本少爷清醒得很，正忙着做伟大的物理实验，别打岔。沈老弟，你在兵部和严无签下生死状的事已经传遍京城了，汇金阁盘口都开到1赔100了，你糊涂啊！那镇神青铜门乃太祖遗物，万金冷凝青铜，岂是人力可摧？听我一句劝，趁现在天黑，赶紧带着家财逃吧。逃？我为什么要逃？严无就仗着自己是兵部尚书，宁夏产业竞争不过我，就动用公权力卡我的生铁和精铜，还想强行吞我的肥皂配方。我今天要是逃了，我沈耀还有何颜面立于这天地之间？我今天要是逃了，就等于告诉全天下的权贵，只要手握权势，就能肆无忌惮地抢别人的东西。今天他抢我的铁，明天就能抢全城人的饭碗。我要留下，不仅要碎了那扇门，还要彻底震碎严无杰那帮人的特权美梦。行了，逃命的话少说。老萧，别眨眼，本少爷今晚就给你展示一下，什么叫凡人不可直视的神技。这怎么可能？你没有碰它，更没有动用武者真气，这杯子为何自己动了？碎了，竟然真的碎了！没有任何真气波动，纯靠声音。不，这绝非凡人能掌握的力量。老萧，瞧你那没见过世面的样子，这在我的家乡叫共振原理。天底下万事万物，哪怕是一座山、一扇门，都有它固定的固有频率。这分明是古籍中记载的上古魔音无相术神咒。他今日能隔空碎杯，3天后就能震碎万金镇神门。只要发出的声音频率和它完全一致，再坚固的东西也会从内部自我崩溃。不过人的嗓子功率太低，最多碎个杯子，要震碎万斤青铜，就必须借助纯粹的机械暴击。他不仅会无相魔音，还要用这堆钢铁把魔音放大100倍、1000倍。严无就以为那扇门无懈可击，3天后，本少爷就会用这堆材料组装出来12缸手摇机械共振仪，当着全京城百姓的面，把你们大燕朝所谓的防御神话震成一地废铜烂铁。沈老弟，真乃神仙手段也！老哥，我今晚真是大开眼界。行了，神迹也看完了，别杵这儿挡光。我要赶工，3天时间紧得很。疯了！此人若不能为朝廷所用，一旦起兵谋反，大燕江山危矣。来人，给镇川引卫指挥使。微臣叶萧参见陛下。深更半夜，陛下如此惊慌，莫非是有异国刺客潜入行宫？叶萧，朕问你，若是我朝最顶尖的武林宗师运足10成功力，能否在一炷香内将兵部前院那扇镇神青铜门震成粉碎？绝无可能，陛下，那镇神青铜门乃太祖皇帝时期所铸，冷凝青铜一体击铸，重达万斤，刚硬无比。当年烈天狂刀司徒玄月全盛时期，对着此门狂轰3天3夜，也只留下半寸掌印。若非3天3夜，只是一炷香呢？非人力所能及，除非什么？
除非此人的武功已经超越宗师极限，达到传说中的陆地神仙之境，可以将无形真气化为逆天音波，顺着冷凝青铜内部的纹理寸寸震断。可这等高人，千百年来只存在于神话传说中，尘世间绝不可能存在。神话？不，神话如今就活生生的坐在落雁山庄里。他今晚就在朕的眼皮子底下，没有动用一丝一毫的武者真气，仅仅用一曲怪物尾的倚调，就将西域进贡的水晶高脚杯隔空震成了齑粉。什么？隔空碎物，且不带丝毫真气波动？这怎么可能？此乃上古妖术无相魔烟啊！凡人怎能掌握？恐怖，太恐怖了！他白天刚在兵部接下必死赌局，晚上就对朕展示这等弑神妖术，这根本不是巧合，这是赤裸裸的警告。他一定看穿了朕化名老萧暗中调查他的身份，也看穿了朕想用皇夫之位强行收编他产业的意图。他是在用那个水晶杯告诉朕，大雁江山在他眼里不过是一把破琴的事。陛下，此人到底是谁？沈妖，那个抗旨不遵、不愿做皇夫的沈家弃子。沈家弃子？不，朕现在才明白，他哪里是什么弃子？他白天在兵部接下赌约，根本不是狂妄，而是成竹在胸。今日他能隔空碎杯，3天后就能当着全京城百姓的面震碎那扇万金镇神门。陛下，若此人真有这等妖术，又对朝廷心怀怨道，不如让微臣趁夜率隐卫。住口！你以为3大宗师挡得住能震碎万金青铜门的无形魔音吗？若是激怒了他，整个京城都要陪葬。颜无咎这个老匹夫，自己利欲熏心，却偏偏招惹这等隐世真仙，是朝廷对不起他，是朕御下不严，才逼得这等奇才以一己之力对抗兵部。此人不能杀，只能安抚。叶宵，你觉得一个能掌握这等逆天智慧的旷世奇才，为何甘愿隐姓埋名做一个纨绔？微臣不知，但颜无咎之流为了私利，公然动用兵部职权巧取豪夺。若微臣是此等奇才，怕也会生出反叛之心。没错，是朝廷对不起他，是朕这个当皇帝的御下不严，贪官污吏中饱私囊，断人财路，逼得这等隐泄真仙不得不以一己之力对抗兵部。3天后的赌局，朕要亲自坐镇。陛下，此人实力深不可测，若他在赌局上失控，危及龙体怎么办？糊涂！你还想激怒他？若他真能震碎镇神门，区几个宗师拦得住他的无形魔音吗？传朕密令，3日后兵部前院，所有大内高手全部化妆普通百姓，不准带任何兵刃。微臣遵旨。另外，传旨内务府，把宫里最好的棉花和耳塞都给朕调出来，全备着。耳塞？还有，乾清殿上上下下所有汉白玉柱子，全部连夜用软垫包起来，以防万一。3日后，朕要亲咬看他碎门，也要亲眼看清他到底是仙还是反贼。少爷，我不行了，连轴转了2天2夜，这到底是个什么怪物啊？您不是说要打造一把胡琴去兵部前院拉曲儿吗？这玩意儿怎么看都像一门准备攻城的红衣大炮啊！胡琴，小满，你的想象力太匮乏了。那这到底是啥？这是本少爷耗时2天，结合本少力学流体声学共振和齿轮传动原理，倾情打造的大燕朝第1台高频机械共振声波发生器。我给它取了个通俗易懂的代号，叫做大悲咒 1.0 版。这名字听着就不太吉利，旁边这大铁轮子是干嘛用的？问得好，这叫传动笔。
我摇动这个大钳柄一圈，里面3组大小齿轮加速，负责摩擦钢丝的金属轮就能转动100圈，再加上这个红木共鸣箱和黄铜大喇叭定向放大，神仙来了也得摇匀了。少爷威武，那咱们现在可以直接退过去过门了。急什么？科学实验最讲究严谨，不知道镇神门的固有频率，盲目瞎摇，门不碎，咱们俩自己先得被震聋。走，带上家伙事儿，今夜去探探兵部镇神门的底。少爷，咱们半夜来兵部干嘛？要是被巡逻禁军抓到，会被当成刺客乱箭射死的。少爷，这又是什么怪东西啊？闭嘴，这叫听诊器。我拿小铁锤敲门，你帮我计时。声音发闷，阻尼太大，不对，敲击点不对，这里应该是实心锚点。少爷，您真能听出来？万物有脉，人有人的脉，铁有铁的脉，青铜也有青铜的脉。少爷，有人来了！什么人在兵部种地鬼鬼祟祟？拿下！军爷饶命，我家少爷只是来看看，绝无恶意。哟，这不是非要跟镇神门过不去的沈公子吗？哈哈哈哈！大半夜拿个破铜漏斗贴在门上干什么？知道自己3天后必死无疑，跑来给镇神门号脉看病了？沈公子，儿可是死物，难道还能有喜脉不成？你们笑我给死物号脉，错。这世间万物，一草一木，一金一石，只要存在于天地之间，就都有属于它自己的脉搏。你们日夜守着这扇门，把它放为不可摧坏的神明，盲目崇拜它，敬畏它，但你们从没想过它为何坚硬，又该如何破碎。回去告诉严无咎，我沈耀今夜来不是来求饶的，而是来下最后通牒的。我要当着全城百姓、满朝文武的面，亲手打破你们这群文盲对权力的迷信。你这个狂徒，明日若破不了门，老子亲自砍了你的脑袋！波长锁定，频率220赫兹。小满，走，回家睡觉。明天一早，咱们来兵部前院开演唱会。时辰快到了，那狂妄自大的沈家小儿怎么还没来？莫不是昨日给镇神门号完脉，发现自己无能为力，昨夜连夜卷铺盖翻墙逃跑了吧？严大人说的是，沈孝要是不来，这赌局怎么算？我们可全押了您赢啊！若是不来，便算他畏罪潜逃，按我大燕律法，充公其所有家产，香皂和血盐配方自然收归兵部。严大人英明，沈耀不来就抄家，抄家，抄家！沈耀啊，沈耀，你来是输，你不来也是输。沈耀不来就抄家，配方归兵部。
那是什么东西啊？神药真把胡琴推来了！这就是沈耀的破门神器，一把大胡琴，一把破胡琴也想碎太祖阵物，疯了，真疯了！沈耀，这就是你3天憋出来的破门神物。严大人，别急着笑。等会儿你跪着哭的时候，记得也这么大声。这就是沈耀的破门神器，一把大胡琴，他是真疯了，靠这玩意儿给镇神门哭丧吗？沈耀，本官还以为你能拿出什么惊世手段，原来憋了3天就憋出这么一堆破铜烂铁。少爷，人太多了，万一不成……闭嘴，看表。沈耀，现在后悔还来得及，乖乖交出香皂和血盐配方，本官可以留你一条命。交配方，交配方！言无就，你到现在还不明白？你们把这扇铁门供成神，把权力当成天，以为握着官印就能抢我的铁，吞我的方子，踩死所有不跪的人。今天，我就当着全京城的面告诉你们，神话是可以被凡人踩在脚底下的。少在这里妖言惑众，本官倒要看看你这堆破烂怎么碎我兵部镇神门。小满，记住了，万钧之力不如以死定音。频率锁定220赫兹。严大人，既然你这么急着投胎，本少爷的大悲剧交响乐现在开机。这声音怎么听着不对劲？少爷，声音出来了！别废话，计时！我的耳朵！停下！快停下！沈瑶，你这是什么妖法？妖法，这叫科学的共振。雕虫小技！镇神门乃太祖遗物，岂是你一堆破铜烂铁能撼动的？那你睁大狗眼看着。少爷，快到您说的那个点了。很好，很好，频率逼近目标。耳朵要聋了！少爷，再往上一点，快到您说的那个频率了。稳住！刚才是不是门响了？不可能，镇神门乃太祖遗物，岂会被这等鬼哭狼嚎撼动？找到了。少爷，找到什么了？他的死穴。动了！镇神门真的动了！沈耀，你到底使了什么妖法？妖法？严大人，你们这群文盲不懂的东西，就都叫妖法是吧？拦住他！快拦住他！砸了那台妖器！他们冲过来了！别管他们。裂了！严大人，你家的祖宗牌位好像撑不住了。不可能！不可能！镇神门乃太祖遗物，怎么可能会裂？少爷，真裂了！真的裂了！砸了那台妖器！快给本官砸了它！小满，计时到点没有？到了，少爷，就是现在！裂了！裂了！这神门裂了！太祖遗物真的要碎了！不可能！给我停下！神药，给本官停下！现在知道怕了。完了！看清楚了吗？你们跪了100年的神，在真理面前，也不过是一地废铜烂铁。
少爷，您真的把神门碎了？万金冷凝青铜就这么碎了。神迹，这是神仙下凡啊！什么仙法？沈公子说了，这叫科学，叫共振。这是真的能破阵铸铁。魏金阁的老板呢？别跑！烟雾军输了，快让他赔钱！少爷，您真的把镇神门碎了？呵呵，早说了，不是拆，是让他自己碎。严大人，物理学的奇迹看完了，是不是该结账了？按照咱们签下的生死状，我的生铁和精铜立刻放行。我名下产业免税3年，另外，你耽误了我3天生产进度，按照我香皂铺子日进斗金的利润，你得赔我5万两白银的精神损失费和误工费。现银还是银票？不接受分期付款。放肆！你这个妖人！你毁坏大燕重器，这是形同造反的死罪！你还敢跟本官要钱？少爷！契约已成，全城百姓皆为见证。严无咎，你输不起就想杀人灭口？来人！此人使用妖术乱我大燕军心，立刻就地格杀！愣着干什么？给我杀了他！知道。臣严无咎接旨。奉天承运，皇帝诏曰：兵部尚书严无咎假借军需之名，扣押民商物料，巧取豪夺，逼夺配方，又于赌约败后，妄图反咬忠良，杀人灭口，败坏朝廷法度，罪无可恕。陛下明鉴，臣冤枉，臣是为了大燕军需啊！革去严无咎兵部尚书之职，即刻押入天牢，查抄其府中贪赃，所有扣押物料立刻放行。沈耀名下产业依赌约免税3年，所欠赔偿由其家产折银偿付。陛下圣明。神耀，你别得意，你毁了镇神门，朝廷迟早也容不下你。输不起的人，废话就是多。少爷，陛下替咱们做主了，看来朝廷也不全是坏人啊。这皇帝消息还挺灵通，危机公关做得不错嘛。顺水推舟砍了严无咎来收买人心，帝王心术果然都是千年的狐狸。陛下，严无咎已押入天牢，扣押物料也已放行。沈耀没有跪旨。他没有跪，朕不意外。沈耀此人狂悖不羁，确实对朝廷仍有戒心。朕当众伏诛严无咎，替他主持公道，他却仍旧冷眼旁观，这是试探，一定是试探。他要看的不只是朕会不会杀严无咎，而是大燕朝廷到底有没有容纳真理和奇才的胸间。叶宵，你说，若一个人被朝廷逼到险些家破人亡，又亲手碎了兵部神话，他会轻易相信皇权吗？不会。所以光杀一个严无咎不够，朕要让沈耀知道，朝廷不是只会夺他的东西，朕能给他的远比严无咎想抢的更多。陛下的意思是，传旨内务府备厚礼、金银绸缎、田契、铺面，凡能表诚意者，全部列入礼单。还有，你赐婚圣旨。赐婚？沈耀抗拒皇夫之位，是因为他误以为朕贪图他的产业，误以为皇权只会巧取豪夺。那朕就用最大的诚意告诉他，朕不是严无咎，朝廷也不是他的敌人。陛下，此人性情刚烈，赐婚之事，若他再次误会，不会。朕已当众替他讨回公道，又送厚礼安抚，他自然能明白朕的真心。
这样的旷世奇才，朕不能让他站到大央的对面。这些还不够。陛下，内库珍碗、黄金白银、田器铺面，皆已列入礼单。朕不是要买的，朕是要告诉他，大燕不是燕无咎，朝廷欠他的公道，朕会还。去，立刻传旨，无论如何，朕要稳住他，绝不能让他被镇北王或其他势力拉拢。奴才遵旨。记住，礼数要足，言辞要敬。沈瑶性情刚烈，不可用官位压他。告诉他，朕赐婚是惜才，是诚意，不是夺他的产业。陛下，若底下人会错意，那就让他们把话听清楚。谁敢借朕的旨意乱伸手，言无咎就是前车之鉴。奴才明白，奴才绝不敢误事。沈耀，朕已经拿出诚意，这一次，你该明白朕的真心了。少爷，少爷，天大的喜事啊！汇金阁赔钱了，比那个还大，宫里来人了，还抬了几十箱金银珠宝，说是陛下赐婚，要让少爷您入宫做皇夫。少爷，这可是满朝文武求都求不来的天大恩典啊！您这是要飞黄腾达了？飞黄腾达个屁！完了，全都完了！少爷，您是不是高兴糊涂了？陛下赐婚啊，那是让您进宫当主子啊！你懂个屁！你用你那核桃大的脑壳好好想想，古往今来，哪个手握至高权力的封建皇帝会心甘情愿把天下和权力分享给一个毫无背景的平民？可陛下昨天还帮咱们砍了言无咎啊！那叫帝王心术，先砍一个言无咎收买人心，再用赐婚把我绑进皇宫，等我进了宫，工坊配方机器银子全都是他的。少爷，您的意思是，这不是恩典？这是软饭硬吃，是披着龙袍的抄家。少爷，宫里的车队好像快到山门了。传令下去，关山门。从现在起，落雁山庄进入最高戒备。不够。少爷，什么不够？产能不够，靠现在这点手工作坊，玻璃线、香皂线、雪盐线加起来，也挡不住皇权一口吞。可咱们刚赢了言无咎，陛下还赐婚。赐婚？那是圣旨套脖子，聘礼压脊梁。传令，所有普通作坊立刻封闭。全封？对，香皂、雪盐、玻璃宝镜全部暂停外销。少爷，那可都是银子啊！命都要被人收走了，还数什么银子？所有能买到的铁料、燃料、硬木、皮革、工具全部收进山庄，分散去办，不要惊动官府。通知核心短工，从今天起签死签，愿意留下的进后山密室，不愿意的发3倍工钱，立刻立状。少爷，您这是要……我要让他们知道，真理不只在书本里，也在钢铁和火光里。从现在起，落雁山庄不再只是做买卖的地方。谁想夺走我们的劳动成果，谁想拿一纸圣旨、一把关刀压弯我们的脊梁，就必须先问问我们手里的钢铁答不答应。听少爷的！开炉！从现在起，落雁山庄进入最高戒备。愿意走的，现在领3倍工钱离开；愿意留下的，进了这道门，就别想着后退。记住，我们不是为了欺负谁，也不是为了当第2个言无咎，我们是在告诉他们，商贾、匠人、泥腿子，也不是任人宰割的猪羊。谁想夺走我们的劳动成果，谁想拿一纸圣旨、一把关刀压弯我们的脊梁，
就必须先问问我们手里的钢铁答不答应。听少爷的。少爷，小满懂了，咱们不是在等死，咱们是在给自己挣一条活路。封山门，断商路，所有人各归其位。少爷，宫里的人到了。关紧山门，没有我的命令，谁也不准开。沈公子，陛下赐婚，这是天大的恩典，怎么还要让咱家在门外站着？圣旨我接不接另说。你们带这么多箱子，是来送礼还是来搬家？沈公子说笑了，陛下厚爱，特命咱家送来金银珠宝、绸缎田器，给公子做聘礼。少爷，好多钱啊！哼，狗皇帝还挺大方。沈公子慎言，您马上就是皇夫了，日后进了宫，这山庄产业自然也要登清楚，方便内廷照看。登记？正是。香皂坊、雪岩坊、玻璃宝镜作坊，还有这些新收回来的生铁金铜，咱家都得替陛下清点入册。清点入册？沈公子放心，咱家只是按规矩办事。您进入皇家，您的东西自然也是皇家的体面。所以，你们还没把我抬进宫，就已经开始算我有多少家底了。沈公子这话就重了，陛下是疼你，才派咱家提前替您打理。打理？严无咎抢我的铁，叫军需管控；你们抢我的家底，叫皇家体面。说到底，不还是吃绝户？小满，关门。沈公子，你如今已是陛下钦点的准皇夫，皇家体面大于天。本官今日奉朝廷密旨，钦点你落雁山庄全部家产，核算准皇夫的嫁妆。嫁妆？核算嫁妆？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卢大人，你少在这里拿着鸡毛当令箭！你嘴里说着皇家礼制，实际上不就是看着老子的产业日进培金，看着老子发明了能改变天下的技术，迫不及待派人来明抢吗？大胆逆贼！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你的钱就是陛下的钱，你若敢不给，便是抗旨造反，当诛九族！御林军听令，给本官冲进去！所有账簿、配方、库房现银，全部贴上封条，搬回京城。少爷，小满，拉闸。妖法，这是妖法！你是会使妖法的妖孽！妖法？说你们是封建文盲，还真是一点都没冤枉你们。这叫电磁点柱，电流让铁柱产生磁力，磁力吸住铁器，就这么简单。你这个怪物！哼，连最基础的物理常识都没有，凭着几把破烂刀剑，摇着几杆黄泉破旗，也敢跑来抄我家？回去告诉龙椅上那个贪得无厌、只知道吸食民脂民膏的皇帝，想要我沈耀的家产和技术，让他亲自来拿。至于当朝皇夫的位子，我不稀罕，让他给我滚！反了，彻彻底底的反了！落雁山庄沈耀造反了！快去禀报陛下，大军压境，诛他九族啊！快！少爷，这下真把皇帝骂狠了。他要是敢来抢，我就让他知道什么叫工业时代。造反了！他真的反了！我的老天爷！沈老弟，你这究竟是在打造什么怪物？哟，老萧，你胆子挺大呀，还敢来？听说宫里的人惹怒了你，老哥放心不下，特地来看看。看见了，这才是我的底牌。你把整个山腹都挖空了？不是挖空，是工业化改造。这东西没有血肉，却比百万大军还可怕。老萧，欢迎来到真正的新世界。
沈老弟，老哥说句实话，你这些东西确实惊人，可你若真与朝廷硬碰硬，便是以一庄之力对抗天下。天下？别把皇帝的私产说得那么好听。皇家有神机营，有火铳，有红衣大炮，还有3大宗师和禁军。你现在收手，仍有转圜余地。让你背后那条躲在重重墙后面、心跳快得跟兔子一样的老鼠把杀气收一收吧。你早就发现我了。你那点呼吸节律，跟漏风的风箱差不多。沈老弟，我不是来害你的，我只是想劝你，别把事情闹到不可收拾。不可收拾的是我吗？严无咎抢我的铁，卢百川抄我的家，朝廷嘴里一句恩典，就想把我连人带产业吞下去。你们这群人抢东西，还喜欢给抢劫起个好听名字。若你是来劝降的，现在可以走了。老萧，你不是怕朝廷吗？那我就让你看看，封建王朝的龙椅在工业时代到底有多脆。西山金刚岩，坚硬胜铁，大内宗师全力一掌，也只能留下数寸掌印。这掌印便是宗师留下的。才几寸深，这也配叫力量？太弱了，简直弱爆了！老萧，把你那双没见过世面的眼睛睁大点，给我看好了！今天，老子就用这里口中的死物拼出来的钢铁机器，让你见识见识，什么叫超越肉体极限，绝对无法阻挡的纯粹工业暴力！宗师一掌只能留坑，工业一击直接粉身碎骨。沈老弟，这东西若砸在人身上，人在他面前跟豆腐没区别。小心！沈耀！哼，谁让你们乱闯我攻防的？镇北王的余孽真烦！你怎知我是镇北王的人？一身北境军弩油味，靴底还带着黑铜土，你当我鼻子是摆设？在我这高科技防盗系士面前，武林高手就是个人形靶子。压碎金刚岩，秒掉顶尖刺客，真惹急了，连皇宫都可能掀了。哎，你干嘛？你干嘛？脱衣服干嘛？老萧，我警告你，老子性取向很正常，我对男人可没兴趣。没啥，屋里太热。老萧，你聪明，也有眼光，你应该看得出来，这大燕朝烂到根了，贪官抢民财，权贵吞产业，皇帝坐在龙椅上，一道圣旨就想吃绝户。沈老弟，其实当今皇帝未必是坏人，你不要……够了！你就是被封建皇权洗脑太深。既然这大燕朝不给活路，你别当商客，跟我干票大的，跟我造反吧！你说什么？沈耀，你是真敢想啊！我造反不是为了当暴君，我要用工业的烈火烧尽这世间的不公，我要建一个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新世界。沈老弟，这里面是什么？这是什么军械？老萧，你方才不是拿麾下精锐来压我吗？那些装备粗陋、御宇便难以运转的器械，
也配称作利器。这才是真正的王牌灵器。这些东西若推出山庄，京城城防根本挡不住。若高居地位之人一意孤行，执意逆大势而行，那我便以这钢铁洪流冲破阻碍。沈老弟，你这些东西若对准京城，会伤害很多人。哼，那就要看龙椅上的皇帝识不识相了。怎么，怕了？老萧，你别告诉我，你还对那个皇帝抱有幻想。拿着，等那狗皇帝真派大军来抢我的东西，你就站在我旁边，我带你一起去皇城门口开炮轰了皇帝。你敢轰朕？轰谁？我是说，你敢轰真龙天子啊？真龙天子不过是坐在龙椅上吸食的封建头目，圣旨、官刀、宗师、大军，在工业时代面前，统统都是纸糊的。陛下，沈耀已经不是普通奇才了，他私造军械，囤积钢铁，言语中更有反意。若再放任下去，大燕江山危也。开炮轰了狗皇帝！朕知道，请陛下即刻调兵，封锁落雁山庄，趁他军功未成，先下手为强。你觉得兵马围得住他？镇神门碎了，宗师神话也碎了，你还要朕拿自己的身体去试他的钢铁洪流？沈耀不是天生反贼，他是被严无咎逼的，被卢百川逼的，也是被朕逼的。他以为赐婚是收编，以为厚礼是抄家，以为朕和严无咎一样，都是要吞他血肉的强权。这误会若不解开，调多少兵都没用。陛下难道要亲自坦白身份？还不到时候。今夜刺客来自北境，绝非巧合。有人想让沈耀和朝廷彻底撕破脸。传令，按查镇北王兵马异动，没有朕的旨意，任何人不得擅动落雁山庄。陛下，落雁山庄沈耀私造军械，抗旨不遵，辱骂天子，已成大患。此子今日敢遂兵部镇神门，明日就敢炮轰皇城，若不即刻发兵剿灭，国法何在？皇威何在？请陛下诛杀沈耀，以正国法。严无咎巧取豪夺在先，卢百川擅自清点山庄在后，沈耀为何反抗？诸位心里当真不清楚？陛下仁慈，可乱臣贼子不会感念天恩。沈耀之才越高，祸患越深。臣请调神机营进军3大宗师，即刻围剿落雁山庄。没有朕的旨意，谁敢动落雁山庄？陛下，北境急报，镇北王麾下铁骑已越过黑风关，打着清君侧诛妖人的旗号，直逼京城。镇北王细闻称，沈耀妖术乱国，陛下受妖人蛊惑，朝纲已乱，他要入京清君侧，替大燕除妖。好一个清君侧！陛下，镇北王已起兵，沈耀又在山庄屯械，皆因沈耀而起。请陛下诛沈耀，安天下。沈耀，这一次，朕必须赌你还认老萧这个朋友。有人把这封信钉在山门上，说是老萧送来的。少爷，老萧不会出事了吧？沈公子，镇北王打着诛杀你的名号起兵，如今大军已逼近京城，若京城破，老萧也活不了。你们朝廷的人现在知道找我了，前脚派人抄我家，后脚让我去救命，你们这算盘打得比我齿轮香还响。少爷，可老萧对咱们一直不错。我知道，狗皇帝的江山老子没兴趣救，但老萧这个朋友，我不能不管。去1号、2号、3号主闸门，蒸汽7辆车装载火器，钢炮上车，弹药封箱。
镇北王想拿我当借口清君侧，那老子就让他看看什么叫工业时代的清朝。出发！大燕女帝不过一介女流，哼，竟被妖人蛊惑至此。今日踏破京城，本王清君侧，诛妖人，重整大燕山河。镇北王是吧？20万铁骑是吧？少爷，我正愁这批新宝贝没地方做实战测试，你们倒是送上门来当靶子了。少爷，炮组准备好了，全体工兵护院，科技军听令。今天，本少爷就给这个冷兵器时代的土鳖们上演一场真正的现代降维打击。装神弄鬼，是，给本王冲垮他们！全炮组，齐射！这是什么妖气？这不是妖气，这是时代。皇帝呢？出来！镇北王，我替你打退了，京城我也替你保住了，现在该算算你派人抄我家的账了。少爷，这里是金銮殿，您小点声。哼，怕什么？老子今天就是来找那个贪得无厌、天天想着吃绝户的皇帝算账的。沈老弟，这一路上朕听你在外面喊得挺大声的。老萧，你不是嚷嚷着要拉着朕，用大炮把朕这个贪得无厌、坐享其成的皇帝一炮轰成碎渣吗？现在朕就在这里，你手里那杆枪怎么不举起来啊？我的合伙人，我的好大哥，那个昨晚还被我拉着一起造反的老萧，竟然就是当今大燕女帝。少爷，咱们刚才是不是救驾救到正主家里了？闭嘴！沈老弟，怎么不说话了？方才不是还要把朕轰了吗？所以，老萧是你，女帝也是你，如假包换。少爷，完了！咱们当着皇帝的面骂皇帝，还说要炮轰皇帝！你闭嘴！沈耀，赐婚不是抄家，厚礼也不是清点你的家产，朕从未想吞你的工坊和配方。那卢百川带着御林军上门清点我的产业，是他自己脑子进水。卢百川假传朕意，已经下狱。朕承认，是朕御下不严，才让你误会至此。误会？严无咎抢我的帖，卢百川抄我的家，朝臣逼你杀我，镇北王打着我的名号清君侧，你们这皇权的烂账，凭什么让我信？所以朕不求你立刻信皇权，朕只求你信老萧一次。大燕需要你，百姓也需要你。陛下，东海800里加急！东海钢铁舰队？你说什么？少爷，这也是妖法吗？蒸汽舰，还是钢铁战舰？你知道这是什么？这不是大燕这个时代该有的东西。这个世界，难道不止我一个穿越者？